最近这人丁丝绢的事情，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吧？啊，是。明日3座会审，就是要把这个事情下一个定案。诸位，都是金安的乡贤，不如明日一同前往做个旁听，以示关切下民之意啊！一定。哦，这仁华县的方知县，和本官今天都在这里，都是好官、清官。只要大家是反映民意，我们一定会从善入流，对吧？这人丁丝绢税说破了天去，每年顶多也是3530两。如果朝廷要以此为由头，啊，平时你们不看谍报，不知道朝廷啊是要在全国搞清账。如果我们认了，朝廷的胆子可就大了，下次来的会更狠呀。如果咱们这次咬牙不认，那朝廷也只能体谅咱们的难处啊。今晚在座的都是金安的近身乡贤，我们必须共进退，方得使然。是。小老先看了。范老，告辞。再见。方兄啊，你怎么能如此的愚钝呢？这帅风二人在童阳被捕的牌票是你转给金安府的吧？对啊。此事本身悄无声息，由这童阳县移交到我揽溪，我把事情给办了。可现在倒好，被那黄宁道截了胡，如今成了3座会审。这里边啊门道太多，你们没有人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这种事儿能明说吗？牵扯到帅家墨，你老兄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你们做事藏着掖着啊，到如今，倒埋怨到我头上来了啊！毛兄啊，揽溪价格库这场火到底因何而起啊？你可得给我交个死底儿，让我这心里也有个数。当然是帅家墨他们烧的，那还不公文里写得很清楚啊！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沈德、帅家墨、方宝玉二人，本受巡按之托，入揽溪价格库查阅账册，只因未能完成嘱托，竟在揽溪县价格库纵火，使得百年册籍一夕荡尽。闪开！后畏罪潜逃，落网于童阳县。今日，黄知府、刘巡案与本官3座会审，务须推居真相，公堂之上，正大光明。敢有妄言、诬言、谎言者，严惩不贷。帅家墨、方宝玉，起身回话。刚才对你们的指控，你2人可否认罪？不认，我们是被绑架胁迫的。哦，
架胁迫，这好像跟文书上所写的不一样啊！这哪有犯人自己主动认罪的？要我看呀，先打他10几板子，才能说实话。毛知县稍安勿躁。程仁清，见过诸位。在下程仁清，秉承常理人情、正气攻心8字为圭臬。哎，休要啰嗦，赶紧开始。封宝玉、帅家墨，今天是3座核审，3位朝廷命官高高在上，每字每句还有书手抄录。你们开口讲话可要仔细，如果胡乱攀咬、记入口供，将来那可都是罪过。呸！你以为我们像你一样无耻？记下来，封宝玉藐视公堂。封宝玉，如实讲出你的经历就好，不要咆哮公堂。遵刘玄案令，当日老帅受您之命去价格库查卷，在当天下午未时左右，我在揽溪县的街头被一群蒙面人给直接绑架了。他们绑架我之后，威胁老帅，让老帅在原地不动，不可以交出查卷的结果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他们又把我跟老帅绑在价格库里边，他们点火准备烧死我们。这供词当真荒唐啊！蒙面人竟然要烧死你们，为何整个价格库都烧成了一片白地？你们2个却没死啊？我们是侥幸撞开大门逃出来的。那就奇怪了呀！你们既然逃出升天，为什么不立刻去报官呢？反而连夜潜逃去了童阳县？是蒙面人绑我们去的，简直前后矛盾嘛！前面说蒙面人要烧死你们，后面又说蒙面人把你们绑了，我就纳闷了，这蒙面人究竟是要杀人灭口呢，还是在练习跑腿啊？这是，简直笑话！这个蒙面人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我说的句句属实啊。我问你，这蒙面人是谁啊？是陆飞龙。何人？啊，回知府，这陆飞龙是本县捕班的班头，平日负责缉拿罪犯，维护治安。你是说揽溪县衙捕班的班头陆飞龙绑架了你们2个？对啊，又焚烧了价格库，然后还把你们2个不远百里的送到了童阳县放走。对啊，哦，不是，他不是要放走我们，那个陆飞龙原本是想在童阳那个破庙把我跟老帅杀掉的，我们2个是逃出来的。这不越说越离谱吗？他为何不在揽溪动手，反而把你们送到童阳县杀掉？封宝玉啊，你好歹是一个读书人，下次把故事编圆了呢，再讲给大家听。封宝玉，想仔细了再讲。宝玉，你的证词里边一会儿说蒙面人要烧死你们，一会儿说蒙面人把你们带走了，一会儿又说蒙面人要在童阳把你们杀掉灭口，前后割裂，莫衷一是，我到底该信你哪一段啊？更何况，这陆飞龙是揽溪县衙捕班的班头，他为什么要烧掉自己县里的价格库？动机何在啊？对呀，动机呢？在下斗胆，有请证人陆飞龙上堂。传陆飞龙上堂。揽溪县捕班班头陆飞龙见过黄知府。起身答话。谢黄知府。陆飞龙，案发当日，你人在何处？我在乡绅饭府吃酒，席上10几人皆能作证。啊，不错，那日我确实见过他，还与他打了招呼。刘巡啊，黄知府，毛知县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。陆飞龙呢，在建安的地界上是有绰号的，若论胁迫绑架的能耐，他肯定是有的。但是，他一无动机，二无时间，所以封宝玉的所言所语，全部都是编造。不对，陆飞龙他有时间。我跟老帅后来跌落山崖、藏身农户的时候，他还一路追过去了。沱阳县肯定有人见过陆飞龙。
你可真有趣儿。陆飞龙是补班的班头，他的职责就是缉拿凶犯，许你们逃到桐阳县，不许他追到桐阳县吗？而且同样的邓知县可以作证，陆飞龙一入境便去县衙报备过。那陆飞龙没有动机烧价格库，我和老帅也没有啊。还是不死心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再请一位证人上堂。准了。哎，小心！放松点点，你女儿和外孙可还在家呢。兰溪价格库书吏，拜见几位官爷。起身答话。谢。来，老丈，当着几位父母官的面儿，详细的把你那天看到的所见所闻都讲出来。小人奉命看管价格库，自称有着查卷之事，向来是晨起开门，他们入库查看，到了日暮时分，他们离开，小人再把门锁了。到了要关门的时候，我去催他们，两位书手离开，可帅家墨却没有走，说要等一个人。没过多久，一位公子前来。哦，这位公子可在堂上？就是冯宝玉，冯公子。哎，你胡说！你根本就没在价格库看到过我。冯公子进了价格库之后，就把门关上了，不让我靠近。我以为他们还有事未完，就先行离开去吃饭。他们两个有什么事情，将要打破禁令，入夜后还要留库？不知道，我只隐隐听到争吵声。吵些什么？我耳朵背，听不太真切，只听到，榆林策来不及查阅，如何交代，莫要连累等语。他们似是相互抱怨。我看到里边点起了蜡烛，便提醒了一声，结果被他们赶出来了。他在说谎。谁在说谎？他，这个老厉。我与宝玉未曾起过争论，我也未曾耽误过查卷的进度。这个老厉刚才说，我跟宝玉在争论的时候说出了“榆林图册来不及查”这种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的工作是去查税赋账册，而榆林图册记载的是土地情况，与我所查根本就不是一类，我不可能说出这种话。他可能听错了，刚才他说了，他耳背。不，查榆林图册的另有其人。是谁呢？刘巡案派去帮我那两个书手。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去帮我，一进了价格库就直奔榆林图册而去，应该是想摸清兰溪县的土地情况。这个与案情无关。哎，不，有关。这个老家伙肯定是看到那两个书手在查榆林图册，就以为我跟老帅去也是查榆林图册。可笑的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老帅和那两名书手查的完全就是两码事儿。刘巡案，请召回那两名书手，他们每天都跟老帅泡在一起，你问下他们，便知道老帅碰没碰过榆林册子。这咋办呢？刘全，要不然就请你那两位书手也上来说说吧。好吧。这事儿，我听衙门里的人说，这方石像啊，连个正座都没捞着，就在旁边陪着。正座都没捞着了！你们说这方石像是不是坐着呀？我问你们两个，帅家墨在价格库里是否碰过税赋杂役以外的文书？未曾碰过。你们两个肯定吗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待得这么有定力的人。他一坐下就不动，一直到日落，就在那儿不停地翻，不停地算。那你俩的意思是不是，帅家墨在这个价格库里就一直在算这个税赋有关方面的事情，从来没有碰过榆林图册？回知府，他所查的东西本来也与榆林图册无关。知道了。
兰溪县书吏，说，你是如何听到帅家墨与人争吵的？他许是老糊涂了。程仁清，老吏所说的一切，都算不得数了吧？不作数了。嘿嘿嘿嘿，听到没有？不作数了，都给我记下来，不作数了。哎，好你个兰溪书吏，捏造谎言，平白无故折腾这么多府县官员，实在可恶！来人，拖下去，重打10板子！请天大老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撒谎的？说！说！黄知府，老吏说谎只能证明帅家墨和凤宝玉没有吵架，却并不能证明价格库的大火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出事之后他们潜逃去了童阳县。程仁清，不要胡搅蛮缠，老吏的证词是假的，那帅家墨火烧价格库的动机便不存在了。那他也许是误动了火烛。程仁清还敢在本府面前胡言乱语！来呀，给我拖下去，重打10大板子！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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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冯宝玉、帅家墨，经查，你2人并无焚烧价格库之计，本府宣布无罪开始。哎呀，这怎么这声音是这样？黄知府，黄知府，既然老吏刚才是在撒谎，那就能证明我们刚才说的全部都是真的。绑架我们的，真的就是陆飞龙。陆飞龙有人证，时间对不上。至于谁在背后指使老吏，并纵火焚烧价格库，我们日后再详查。帅家墨，本府想问你，刘询案交给你的差事，你到底完成没有？人丁丝绢税的源头，查到没有？查明了。黄知府，今日3座会审，议的是纵火案。既然您已经定他人无罪，理应散去便是。这怎么又忆起人丁丝绢的事了？毛知县，人丁丝绢一事，金安有些人明里暗里使绊子，才有了这个价格库纵火案，说是2桩事，其实本来就是1桩。如果廓清了人丁丝绢的真相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所谓提纲挈领。若要提议这件事情，那其他几位知县都应到场才对呀。本官巡按金安，为此案设立查院。难道人没有到齐，本官就审不了案子了吗？帅家墨，你查到什么证据没有？证据都烧没了。兰溪县的价格库是诸县中保存最完好、最久远的，如今焚尽了，其余诸县怕是也难以查清。不过我已经想到了别的办法，同样可以证明人丁丝绢税的来历。速速说来！只要查清仁华、兰溪2县的赋役白册即可。赋役白册。巡按大人，进一步说话。毛知县，这是为何呀？请坐。赋役白册，在大众面前展示，不合适。为何？2位知道，赋役黄册是需用朝廷的，可是1县的虚实可都在各县自己造的赋役白册之上啊。
一县的政务须臾离不开都是县衙的命根子。那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展示的呢？这个东西是很好用，但是它终究不合朝廷法度啊。下边不会把它拿到明面上，而上面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上下心照不宣。如果要让这个帅家墨破口的话，那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。黄知府，既然如此，方知县、毛知县，啊，把你们的赋议白册拿出来，供帅家墨查阅。宣大人，不可能了，我兰溪县的都已经烧光了。哼，毛知县，你说笑了。赋议白册不是正式文书，不会放进价格库的。你，反正我们是拿不出来。如果您要用官威压我们可以去吏部上告，还要去督察院请御史弹劾你，对吧，方知县？方知县，哦，哎呀，哎，放他睡。哦，下官今日只是列席呀。方知县，现在河邑人丁思娟需要调取你县的赋议白册。哦，赋议白册呀。八县共进退。啊？八县共进退。哎，这八县到底哪个县该进，哪个县又该退呢？黄知府，刘巡案，下官今日虽然列席旁听，但其中之端倪，下官也清楚了一二。这人丁思捐税，它可是关系到我们仁华民众的福祉。若帅家墨能查出此案的端倪和有误，下官宁愿摘下这官帽，力挺此案。区白册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好啊，好热的天哪！这些死人也要为民做主。是指还是新进的进士，如今是国之栋梁，全靠世伯平日提携教诲，否则文才求今日。那小侄还有正事在身。马监事，马监事，诸位，马监事，马监事，马监事突然莅临金安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听闻最近有一桩人丁思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民间颇有议论。我忝为金渠兵备道，自然要过问一下。我们正在核议此事，马监事远道而来，不妨先到后堂歇息，容后详谈。不用了，我就
坐在黄知府旁边吧。经年未见，称兄别来无恙。坐，都坐。我们继续。帅家墨，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？要查兰溪、仁华两县的赋役白册。哦，对。你们两县意下如何？哦，我已差人去取赋役白册。毛知县，你呢？我这就差人回去去取，但往返1个来回，恐需1天的时间呀。毛知县不必了，本官在兰溪时着人抄录了一份，就在茶院里，派人取来便是。我怎不知？你竟然……毛知县，调刷文卷，乃本官的职责所在。难不成毛知县有什么亏心事，不敢露白？我看不是这样。马前是风尘仆仆远道而来，应该感觉到会有些疲惫。我们大伙儿呢，在此商议此事也整整1上午，接下来还要等赋役白册的到来。本府宣布，暂时休息，下午继续商议此事。方知县出来了！哎，方知县，方知县，终于盼到你屋里做主了！方知县，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啊！您做主啊！青天大老爷，方知县，为民做主好官。这跟方知县说几句话。我说，这什么情况？你没听见吗？这是百姓向您欢呼，都说您是青天呢，青天大老爷。哎，谢谢。我什么时候成了青天大老爷？您就是。方知县，方知县，哎，方知县，方知县，您真是为民做主的好官呐！方青天，方知县，青天大老爷。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，那以后就是方青天了。哎，你去取赋役白册，尽快给送过去。啊，好。老爷，今天您在公堂上这一手，毛知县和范老怕是不会高兴吧？我说的说了，做的错了，我管他那些。那这8县同盟，老爷我是仁华的知县，自然是要站在仁华的立场上讲话，为百姓发声。方知县撕破脸了是吧？摆明了要和我们作对。毛知县，干嘛这么大声啊？你到底想清楚，我是跟你作对，我还是跟范老作对呀？这有区别吗？那区别可大了。跟你作对，我们是公对公的议事；跟范老作对，那又算什么呀？我看你这个知县是干到头了。干到头我就不干了，那也比在人后面当狗强。你，毛知县，我们可是朝廷钦点的官员，我们不能总跟人屁股后头像狗一样的舔，跟人家后面待着，我们有点当官的尊严没有了。啊，方知县是要跟我聊做官是吧？好，今天我就跟你说说做官。我老毛做官比你强，你这些年是屁事儿不干。哎，别跟我说什么清静无为啊！是，我老毛在兰溪是犯下了不少错，
8届藩了，但是有了他给我做后援，桥我修了3座，义仓我建了5间，就连从兰溪到金安的那条大路，都是我筹银子修的。哎，是这些方面，我哪比得了您呢？你们一个个的呀，都是官宦子弟，世家出身。哎，最不济的也是书香门第，是可以清高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就是个机灵户。我家中无男丁，我老娘含辛茹苦的供我考出了个知县。我在朝里没靠山，兰溪我没熟人，我不仰仗范老这样的人，我靠什么？我能施展开拳脚啊！毛知县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？我何尝不知啊！方知县，你不做官了，退下去归隐乡野，不失为一方富户，没事儿玩玩石头，打打马吊。我呢，我若不做这个官，我和我老娘就什么都没了。我若想出人头地，我就要去做事；要做事，我就要去借势，借势。我拿什么去还呀？我只有这点良心和这张脸了。毛知县，为什么我已经听进去了啊？听进去了。方兄啊，适才与你掏心掏肺的说这些，就是要告诉你，我输不起。这个案子，我就是豁出命，我也要拼出个胜负。方兄啊，你平时玩石头，不玩刀，你不知道我那把关王刀的分量啊！就是把它举起来，都得运足了力气啊。所谓刀使无悔，一刀下去，那可就收不回来了。无论是对是错，都得一劈到底。哇！杀！下午见。这个马文才啊，肯定是范延请来助拳的，来者不善。这个范老头人脉也不浅啊，一个按察使司的佥事，他说请就能请来。你可不要小瞧这些治世的相宦相生，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。这范延以前是入朝为官，什么姻亲呀、故友啊、阁老啊，不计其数都能织出一张大网来。你捅他一处，整张网都能给你盖过来。马文才下午一定会对这个人丁四卷发难，咱们得有个计较。如今帅家莫被判无罪，方知县已经公开倒戈，8县联盟已经本开一脚了。下午我只要判这个人丁四卷究毙，你趁热打铁，把这个清账良田的事情说出来，咱就算大功告成了。贾某，哎呀，看看，这封家差人送饭，哪有只送肉不送菜的呀？来，吃菜。哎，这临近开堂了，你那个朋友呢？啊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他呀，
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纨绔。夏沫，这次无罪开释，也算是九死一生了。听我的话，以后不敢再趟这趟浑水了啊！来，喝汤，喝点汤。哟，今天有鸡汤。他们说啊，吃鸡头能治头呆。我们家墨啊，一点都不呆。谁要是不服，让他来跟咱比比算学。一个大蒜呆子，一个小蒜呆子，还不够呆呀？宋大哥今天送这只鸡来的时候，说托人打听到了一位神医，专治头呆的，诊费很贵。没事儿，银子的事儿我来操心。我记得我娘说过，多吃鸡头，专治呆头。你还记得什么呀？啊？我还记得，你给我家送过鸡，你带我爹和我进了价格库。这就是你一心想见识的价格库啊！凡天下之读书，版籍，即今古钱帛出纳之文牍，尊宏贵藏，以待夫考中之用者，现在焉。哎呀，如此重要之地，若是没有我的首肯，别人当然不会让你进来了。你记得的东西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还不够，还不够。错的就是错的，必须要改。你这份执迷不悟，真有乃父风范。我也是仁至义尽了。村长，干活还这么开心啊！哎呀，仁兄，宋长安，听说你们在这儿种田，我特意过来看看啊。这块武功塘下杭序69号田，可是咱们县最妖的田了。我测算了3遍才出的结果，10亩6分，分毫不差，正好印证了我的推步据顶之术，痛快。村长啊，我觉得要不然再重新量一下资质吧，啊。不用，我算得很准。哎呀，你的绳尺啊有些旧了，容易松弛。啊，对，这些银子是修缮费啊。来，再重新量一下。我觉得9亩2分就够了啊。差太多了。那你要多少啊？啊？我说的不是银子，我说的是田亩的面积。你想啊，9亩2分，你要真写上去，那跟榆林图册上记载的数字差太远了。有些人只要一笔私利，他马上就知道问题了。队长，用你的绳子啊，同时在4处缩上几尺，保持形状不就完了吗？占地缩绳啊，这是法度明令禁止的呀。10亩6分的地，你要变成9亩2分，你将来要交赋税呢，那短一大截啊！队长，你是府衙里边啊，账得最准的，谁会质疑你啊？连知县老爷都不会跑这儿来亲自查验你。我跟你说老实话吧，这地呢，
是范家的，这银子也是他们给的。范家，我今年给范家量了4次地了，这个月量的好像都是他家的地。他们买了多少地啊？这谁能数得清楚啊？啊，买卖双方银母两清。咱们收了银子，皆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快收起来收！我干什么？段成，你听我说，这银子我不能收，万一让知县老爷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有些呆气呀？范家这一代，除了2个举人，1个进士，朝中还有人做大官呢。那知县老爷想巴结都来不及呀！啊，更别说去招惹了你。五谷丰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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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谷丰登。家父，家父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为什么不躲呀？敦成，你在护房那么点俸禄，你怎么给他好的前程啊？啊！要治好他的病，得花多少钱呢？遮住我眼睛，却如自己无意识心，赋予你生命，是非纠缠，总能寻踪影。谁能看得清？是纷争也会指引，用偏颇的真理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。杜撰一颗心，平庸执迷。穿过这恐惧，灵魂躯体生于天归于地，就像成为传奇，如果被传记，就算死有换季，我熟悉的传奇的河，就算10年500个泛黄的报表黄色，也会跌到那天也是又被转移了，可以去可以体谅。先被惊吓，狂日之下还无限剂量，天气冰假，64年反复不下60次，新人厌倦的字，死人决绝。谁能看得清万物的人生，陷入前尘浮云，幻化日月长空，也会指引，用偏颇的真理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，为世界重生。